去的吧。好，这个位置可以吗？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正港的帅哥，对，一进门就所有女生就开始主动介绍了。对嘛，本来平常早上的时候都很忙，一直在弄电脑，没看我动作非常快速的就站起来了，冲起来。好，这我们男生看也觉得帅哈，因为阳光型的，对不对？是。再讲下去，我出去就要被打了。但这个少宇，对，少宇其实在社团已经一段时间了。那之前在美国嘛，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了？在哪边读书啊，工作啊？我在德州的 Baylor，所以大概就在达拉斯、休斯顿跟奥斯汀的中间哦，正好刚所以好。如果有 Baylor 的同学在看那个，OK， 上去喽，对。然后就暑假回来实习这样。那刚刚有聊到说你高中的时候就过去了，是吧？高中的时候就过去，然后就在那边开始读大学，对不对？那5-6年了。5-6年了，对。那之后有机会会在美国工作了哦。如果在美国还买得到你们香水的话，可以考虑。希望有一天可以香水为主这样子，开分店。对。好，那今天少宇来是为了帮他女朋友选香水，对，真的是人帅，然后又爱妻这样子，对不对？这个是很难得。那我们刚刚让他挑了很多，说，你可以选你想要拍的，你想要拍的影片或你想讲的。他说，那我还是选我要送我女朋友这一支好了。对，哇，真的是。对啊，而且他本来想说，就是因为我们是先开，然后他先试闻嘛，他就想说，那他就直接拿这支就好了。对，但我们还是觉得就是拿新的啦。对，拿新的，送女朋友全新的。那这一支你影片介绍完之后，让我们留在这边给其他朋友试香。好，因为我相信你讲的，只要送你女朋友，可见一定是你精心做过功课选出来的嘛，对不对？对。那今天正好找你来讲一下为什么你喜欢这一支，我想要选这支，好不好？Okay. 好，那我们还是要先喷一下。我们先边喷边问少宇说，为什么想选这一支？这么多选项当中 ，OK。因为其实就主要在喷香水的时候会发现说，四季因为气温跟场合不同，就需要不同的香水。对。那今天就是之前有买一些给女朋友，但是是比较正式的。那今天想说这一罐闻起来比较甜，然后有樱花香，那女生又喜欢白花，所以整个就是很清淡。是。之后如果去图书馆约会的话，她也可以。是。对。那你介绍一下女朋友的个性啦，或者是刚刚有聊到是美国人嘛，对不对？这一支这样子。我觉得她的个性是很热心，想要帮助其他人。OK。然后她的话，我觉得就是也很 involve， 很参与学校的活动啊，然后试着就是跟不止美国人，还有跟那个国际学生还一起互动。那我就认为说，就他的给人的感觉就是很仙，是一个很天使哈，对不对？事实上，他们在这一块做这个慈善啊这一块，他们是很不遗余力的哦，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对。听起来是一个蛮善良的女孩子。对，而且感觉樱花也是比较少啦，可能市面上有，但是真正能够找到一个喜欢的樱花这个香材的感觉对，不是每个品牌都有。OK， 那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这一支香水他收到，他的心情或表情会是怎么样？他会觉得很香。好啊，OK， 这个应该感觉就是读书啊，或者是出去野餐也可以。对，野餐，去公园逛逛怎么样？就闻起来甜甜的，然后蛮清新的。对，我觉得适合夏天啊。是，你今天要多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会在什么样的场合环境使用？因为你知道，因为我们都在台湾嘛，比较不方便想象，比较不好想象说，国外都做一些什么时候事情，然后会用香水。那今天要多帮我们讲一下，像你刚刚讲到的说，去这个野餐，这可能就是我们会比较少遇到的。图书馆，对，图书馆，你们都会去图书馆吗？我都会去图书馆，都是睡觉了，因为有冷气了，对，比较凉。对，好吧，那我们先试试看。好，对。
这一支是一个好选择，因为我有闻过，对，觉得它就是哇，这支是淡香精还是淡香精？我觉得其实啊，在美国跟台湾，对，最大的差别是夏天跟湿度。对。那如果在美国比较干的话，喷香水就会扩散的比较自然。那如果像是在台湾的话，冬天我认为适合喷香水，是。那夏天的话就是会喷一些比较清新的，对。那就跟在美国的状况不太一样，因为其实美国是到哪边随时都会开冷气，对真的啊。对，然后美国又是很远，所以到处都要开车，是，所以变成是说台湾的生活机能很好，可以骑摩托车或者是搭公车走路，到四处的这样子去逛。对，那在美国的话就是都要开车，是，对，很麻烦，但是好处是都在冷气，所以你就可以开心的喷香水。其实即便他们天气算是干爽的嘛，对不对？他们还是开冷气吗？我觉得我在德州，所以德州随时都会开冷气，然后冬天就开暖气嘛。如果你是在加州的话，对，不太确定，但是在美国是已经习惯，大家随时都是开冷气，是，OK，对。那你们的电费是不是浮动的，对不对？我听说电费是爸妈出的，要看老师。很多不同的电费公司啊，对嘛？所以变成是说，你看你要怎么样去挑你使用的方法。对。那去年你们是不是非常的冷，所以后来对不对？去年下大雪吗？德州我们一年就下1天雪，对，去年多冷呢。下了2天雪，对，然后都负20多度了，是吧？德州的话是不会，德州也很难想象，德州不是很热吗？德州是偏热，对，你要去那个纽约啊、波士顿啊，那一种才会下雪。OK， 对，所以你们那时候只下2天这样，特别的增加1倍，增加1天变2天，冷度加倍。OK， 那这一支目前前调。你可不可以多跟我们讲一下你现在闻到的感觉？我觉得前调是有樱花，然后有一种粉粉的，对，有点少女的感觉。对，但我觉得有点性感呢，因为它有一点，是不是有一些麝香在里面？应该哦，我们来查一下香调。我觉得它适合是那种穿个什么夏天的小短裙啊，是，对啊，就 summer dress，然后就是去。可能山里啊，或者是海里啊，这样绕一绕观光的感觉。对，OK。你们那边去海边会方便吗？德州是台湾的24倍大，对，所以不方便。你可能我在 Waco 的话，开车也要5个小时才会到 Houston，真的啊？那 Houston 才会有临海。哇 ，OK。对，所以你们会特别喜欢海边的这个感觉，会不会？其实休斯顿的话，他们海边并不适合你去玩沙。如果你要玩沙，那要到加州。是，对，变成是说德州就牛仔嘛，很多牛嘛，所以在德州就是吃牛肉，对。回来台湾就是吃海鲜的，所以就变成说不同的地方吃不同的东西。对，因为我有一个德州朋友，之前女神也是住德州。那我有一个德州朋友，他也是回来，他都非常喜欢找我去那个什么，上瘾水产，哇，疯狂吃海鲜呢。他说，因为在德州就是牛羊排很多，就很少海鲜，对，很有趣。对。Cindy 这边目前闻到前调什么味道？我一开始闻到它就是蛮清新的那种柑橘花香，或是佛手柑这一类的香气。对，然后很快的花香的综合的感觉就出来了。对，那。我看这边香调，它是写到说，就是它前调是有佛手柑、粉红胡椒、橙花，然后中调它就是有樱桃、樱花、
桂花、牡丹跟玫瑰。哦，对，它其实可能不只有樱花，它也就是有用一些其他的香味去衬托它，因为其实樱花本身的味道非常的淡。对，通常它会用别的香气再去把它提出来，这样子。对。那后味真的就是有麝香。哇，难怪。对，麝香非常的。对，有了，我也录了那么多片，总是要专业一点了哈。已经闻得出来，非常专业，各种香味这样区分得出来。那Cindy以你女生角度，你闻这一支，你女生喷上这一支，感受怎么样？感觉就是一个很柔美的香气，然后靠近闻的时候会觉得这女生很有气质，非常适合一个很有气质的女生喷洒。对。那我也觉得这个女生能动能静好，就是她可以就像刚刚少宇说的，可以到图书馆好好读个书。那读完了，时间到了，我们该去玩的时候就是去玩。它是能动又能静的。我觉得这一支是，就这样。刚刚去少宇说去海边也可以啊，在图书馆也可以。这真的是很百搭了哈。对，可以变成是你的那个专人个性像，你的 signature scent， 你的招牌，对不对？招牌，OK。那你觉得这一个在你女朋友身上，能够带出她什么样的个性，跟这一支是非常贴切又鲜明的呢？你觉得？我觉得就像之前讲的，这个蛮温柔的嘛，那她也能动能静，能够带出她比较活泼的一面，OK， 所以就变成是说，这个是一个很活泼又很温柔的女生，变成是说也不能说百变，但是也可以说是面面俱到。是，面面俱到，讲得真好，你这样讲完，我们都很想看你女朋友的照片。等一下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对，等一下中场那个拍一下这样。OK， 那 Cindy 女生适合什么样的场合？我觉得都非常适合这支就是真的像这种感觉，它就是虽然说它是樱花花香的感觉，但是它又有用粉红胡椒去带出它一点点个性，对辛香感。一开始的时候，所以它会让人家觉得活泼，是对有点活泼的，但是又不是有点活泼，然后不是太柔弱感的，但又不会很强势的一个味道，所以我觉得它非常适合任何时间都可以使用。是，就是少宇说的这个面面俱到，恰到好处，对不对？OK， 好，那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待会等一下它的中后调的变化。好，那我们也顺便待会要问一下少宇，看一下照片哈，对，然后问一下少宇说，那你们在德州都做一些什么休闲活动，对不对？因为很多休闲活动可能是我们台湾不知道，那请他多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也很想知道在美国怎么生活。休闲活动是不是就是吃牛排？还是？不行，那是每天的工作。真的啊，早上起来就是要吃牛排啊！早上就在吃牛排吗？开玩笑。但是你们那边真的每天一杯咖啡，那是必定的，这样。其实到处也是每天一杯咖啡。对啊，是。对啊。去美国，它是真的每一个饭店的房间都有一台美式咖啡机，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对，他们喝咖啡是很盛行啦。是。OK， 好，那我们待会回来。那再请少宇跟我们分享他在美国做些什么休闲活动哈，大家见，拜拜，回来了。我们刚刚中场也闲聊了很多，对，好，来也看了女朋友看到对，真的是美女一枚，对，然后又身材又好，对不对？气质，真的蛮，就跟这一支是一模一样，完全，难怪你会调整，我们懂了。来，让少宇多讲一些，难得回来。讲女朋友吗？还是香水？都讲，因为你讲这一支就等于讲他这样。对，来，现在这一支后调在你身上呈现什么？有没有一些变化？还是跟之前差不多？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在认识他的感觉。前面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就很粉红泡泡，就是很甜嘛。是。然后现在就是认识久了就变得还是甜，但是不会像是前面那么热恋这样子。对，这就变成比较稳定了，比较 OK， 就是静下来认识他真实的一面的那种感觉。是，讲得真好哎。那静下来之后，你有没有发现比刚认识的时候又再更好？女朋友是啊，女朋友是嘛，对不对？香水也是，香水也是。那静下来好在哪里好呢？
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一个约会的行程吧，因为前面你当然是前面都是先出去，对，然后像是刚说公园啊，或者是花市啊，然后走完之后就是来吃饭什么的，就味道比较稳定，是那种基调，对，这个就下来了，我会觉得它有点像是那种小黄瓜的那种水，有没有？健康水的那种感觉，就很 refreshing， 很带出这个清新感就对了。是，对，OK， 林心地呢觉得现在这支的后调在你身上，这个后调的确是就是再稍微稳一点点下来，就是麝香跟檀木的部分。那它前面的花香就比较。就更融合在一起了，然后味道花香的香味也再稍微带一些，是对，然后它整个味道后面就是比较平稳的一个走向，但跟前面其实味道还是不会落差太大，对，它这个香味还是蛮持续的，对，那我们回过头来问一下少宇，像在美国达拉斯这边，平常假日的时候，你会跟女朋友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休闲活动？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几个景点啦，或者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特别的地方呢？我觉得美国的假日会有 farmers market， 那一些就是直接那些农夫啊种好的菜啊，直接到这个市集啊，就直接到这个市集。哇！我觉得就是逛完之后再一起去喝个咖啡、吃午餐。是哦，蛮棒的。所以那边种植的 farmer 多吗？是很比例高吗？比例这个我不确定，但就是 farmers market 就还蛮多农夫的啦。那里面有很多不同，就是卖花、卖蜂蜜啊、卖面包啊，全部都有。哇，那一种市集，你知道这个在影片上面看到他们这种市集都很漂亮，对不对？水果摆的也非常的鲜艳丰富，对不对？那种市集它不是每天的吗？它是假日的时候才出现的吗？它是假日的时候才出现，而且可能就是礼拜六早上，可能8点到11点，就这样。啊，只有这样的时间而已啊。哦 ，OK， 那除了这个有特色，还没有，因为你8点到10点就结束了嘛。那再来的行程呢？你会往哪里走？喝咖啡。对，让我们去德州的时候建议行程一下，这样。德州，其实我在达拉斯嘛。对。那达拉斯呢，有一个行程一定要去。是那个总统被狙击的地点啊，甘乃迪吗？甘乃迪刺杀就是在达拉斯有一个桥的正前方，然后他们有做一个 museum， 那你就可以去看说到底历史是怎么样。是历史的痕迹。那个点也是一般都会去的，就对了。对，然后它地上就会有一个叉叉，就是它当天的这个位置就对了。哇，对，是，所以达拉斯其实不会像是说纽约的那么繁华，那达拉斯它其实是比较工业的，所以你能够看到说美国到底是怎么样建设起来的。是。那现在达拉斯，我记得的话是美国第3大的 location， 就是他们都会很多企业都是飞过来达拉斯一起开会，没错，所以就变成说达拉斯现在是一个很商务的一个城市，这样。对，它的不论是飞机啦，因为可能往北一点会以芝加哥为枢纽啦，中心啦，就是东岸跟西岸嘛。那偏南一点就是达拉斯现在是，而且很多的，就像刚刚少宇说的工业，像现在页岩油也很多大厂都在那边嘛。还有很多科技业其实已经逃离加州了，都一直往这个达拉斯去。逃离加州，因为加州太贵了。对，像我知道那个 Oracle 也已经总部已经移到了达拉斯去了。对，一直就是达拉斯现在一直在不断的更替当中了，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最后给个分数，0到10分，这一支应该是花香调吧？是。你少宇会把它放在哪一个调性？我会觉得是花香。花香嘛，Cindy 呢，应该也是非常明确。对，那少宇0到10，你会给这一支几分？我觉得这一支是它的个性跟用意都很清楚，所以你就变成我会给它9分。
9分，9分，酷，是很高的分数。对，因为他评分的时候，同时就是在说自己的女朋友。我觉得你应该要给到10分了，可以再让你重说一次。把刚刚这一段剪掉。好了，给 Cindy， 那花香调你会0到9分， 9分，就是他还没讲之前，我也是差不多是9分。对，因为一般以前我对樱花的印象就是有闻过像九马弄的樱花，或是娇兰的樱花，其实这支不太一样。它的后调的木质跟檀香、麝香这一块，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蛮突出的。然后它的味道也不会说很淡雅到我觉得因为之前我闻过的樱花的香味味道，就会让我觉得它就是柔和的，但是可能不具有个性感。是，对，但这支它有一些就是木质香的那种感觉在里面，是一支让我觉得我会喜欢可以穿在身上的香水。是，对，讲得真好。我最后做个总结一下，我觉得它一开始蹦出来就是这种活泼的个性，可是到随着它后面，因为麝香其实越来越明显，花香与麝香之间，你会发现它很像从白天很有朝气，到晚上进入夜晚之后，它会变得感性了，变得性感了。我觉得这一支真的从早到晚都非常的适用，很美。OK，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少宇，难得回来台湾，也是我们难得一见的来现场的帅锅一枚，这样，对，那讲得很棒讲得很好啊，对，很自然。那希望下一次你来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你可以每个礼拜都来拍，可以睡哦，好，对，远端视讯也可以录这样子，对，好的，OK， 我希望少宇有机会多多来我们这边，因为他今天他第一次上来，他也很腼腆，不好意思说，我到底这样上来对还不对？我说来就对，很有礼貌，很有礼貌，是 OK， 就是他比较像是这个什么ANF 的风格，他是定调在贵族学校的学生，他就有一点这种贵族风格的学生这样子。OK， 谢谢少宇哦，那我们下一次见喽，再邀请你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